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风铃情感频道。您的点赞和订阅是我更新下去的动力，谢谢您。孟灵犀是个汉子茶，我是他的备胎舔狗。他处处无情，却又处处留情，拆散一对又一对。家里逼婚，他决定找个老实人，我是最佳选项。婚礼当天，他缺席了，转头发朋友圈官宣真爱。能配得上公主的只有王子。司仪第3次说出请新娘入场，红毯尽头却毫无动静时，厅内众人都坐不住了。台下窃窃私语，台上的我难堪至极。我捏紧了拳头，死死盯着前方。孟灵犀，你又在搞什么飞机？新娘朋友圈官宣了。不知是谁突然大喊了一声，一语惊起千层浪，大家纷纷掏出手机。片刻后，台下众人满脸唏嘘，看向我的眼神全是同情。一旁的伴郎低头翻看，忽又抬头看我，欲言又止，一脸便秘的表情。我皱着眉头看他一眼，林颂，把手机拿过来。这种众人清醒我独醉的感觉真的很糟糕。直觉告诉我，孟灵犀这次搞出的幺蛾子不小，今天的婚礼怕是有些难收场。平日里大大咧咧的男人，这会儿迈起了小碎步，扭扭捏捏地朝我走来。我耐不住性子，几步朝他走去，伸手就要夺手机。他一开始不肯松手，有些不想给，接收到我一个眼刀子后，乖乖把手机奉上。佳玉，你稳着点，灵犀也许有什么苦衷呢？手机的页面正是他的朋友圈首条，能配得上公主的只有王子。配图是他跟一个陌生男人深情接吻的自拍照，各种角度都来了一张，竟是凑齐了9宫格。英挺的眉，如扇的睫毛，挺翘的鼻，弧线优美的下颌线，虽然全是闭着眼睛的侧脸，却也能看出这是一个肤白貌美的男人，是他的菜。我就着林颂的微信点进去拨他的电话，连打好几通都无人接听，一股气血涌上心头，我仅剩的耐心也消耗殆尽。把手机还给林颂后，我回到舞台中央，拿过司仪手中的麦克风，尽量稳着平静的语气。大家静一静，我在这里表示诚挚的抱歉，今天的婚礼取消。大家吃好喝好，就当是一场普通的聚餐宴会，稍后礼金都会退还给大家，谢谢。话落，我已经没脸去看台下众人精彩纷呈的脸色，扔下麦克风去了后台。我爸妈和孟灵犀妈妈也匆匆赶了过来。我妈一脸担心，佳玉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爸脸上带着愠怒，是不是你跟灵犀闹脾气了？他才找个人演戏气你。孟灵犀妈妈刚准备开口，他爸爸气喘吁吁地跑来，亲家，这跟佳玉没关系，都是我家那个荒唐玩意儿不懂事，才闹出了这场笑话。孟灵犀妈妈给他递过去一杯水，顺过气来后，他继续开口，刚刚他打来了电话，说找到真爱了，让我跟你们说声抱歉，这婚不结了。我爸捂着胸口，脚步不稳就要往后倒去，我及时扶住了他。我妈颤抖着手给他顺气，带着些许哭腔，老林，深呼吸深呼吸，控制好情绪，你这身体可气不得呀。我爸有很严重的高血压，年前因为我迟迟不结婚的事，忧思过重，突发脑梗，差点没救过来。好不容易从鬼门关拉回来的人，却是再也不能受刺激了。我从他口袋里给他摸出降压药，喂他吃下后，对着孟家老两口沉了脸色。孟叔叔，许阿姨，孟灵犀今天让我们林家成了笑话，这婚也确实没法结了。酒席前就算我们家请客的，但给您家28万8的彩礼还麻烦退回来。孟家跟林家是门对门的邻居，我跟孟灵犀是青梅竹马，从小穿一条裤子长大的那种。我们小区同龄的女孩子就她一个，她从小就大大咧咧，跟个男孩子似的。上学后班上有了女同学，她也不喜欢跟他们玩，嫌弃他们哭哭啼啼的太娇弱，吵得她心烦。这些年来她没有一个女性朋友，身边玩得好的全是男孩子。我曾劝过她交一些女闺蜜什么的，她总是摇着头拒绝，说女孩子勾心斗角的麻烦，她这种女汉子玩不过她们。一开始我还真的相信她这番说辞，甚至对其他女孩子也排斥起来。直到后来她以兄弟的身份
拆散身边一对又一对，我才意识到不对劲。大学那会儿，我的室友们自身条件一个比一个优秀，随便拉出去一个都是颜值担当。其中条件最好的是王涛，他身高1.85米，长得好看，还有8块腹肌，衣品也很赞，家里有钱，母胎单身18年。入学第一天，我们4人拍了合影，发了朋友圈。孟林熙给我点了赞，私信我说想认识一下他们，缠着让我带他见见。我拗不过他，组了个饭局。孟林熙的异性缘一向很好，不过1顿饭的功夫，他就跟他们混熟了，互加了微信，还混进了我们的宿舍小群。几个室友都拿他当妹妹看待，但王涛对他却有些不一样。认识1周后，他悄悄问我孟林熙的喜好，在我的追问下，他说对他一见钟情，想追求他。我看得出来，他是认真的。这不是孟林熙第一次被我身边的朋友喜欢，他魔鬼身材，天使脸蛋，这些年来追求他的人数不胜数，但他始终万花丛中过，片叶不沾身。每一个想跟他处对象的男孩子，最后不是被他拒绝后老死不相往来，就是以兄弟或者男闺蜜的身份在他身边默默守护。说白了，就是备胎。我就是那个被拒绝后还对他死心塌地的备胎之一。我知道王涛不会成功，所以放心的把他的喜好都跟他说了，同时我也提醒了他孟林熙不好追。他对孟林熙展开了猛烈的追求，果不其然被拒绝。但他跟以往的那些男孩子不一样，他有锲而不舍的精神，就像打不死的小强，越挫越勇。他追他剧，就这样持续了1年，还是没能拿下他。孟林熙虽然没有接受他，却不拒绝他对他的好，他送的礼物，请吃的饭，他来者不拒。终于，王涛死了心，放弃了跟他做男女朋友的想法，渐渐接受了兄弟的身份。大2下学期，他在学校挖掘出一个长得跟孟林熙有4、5分像的学妹，两人谈起了恋爱。谈了半个月，他满心欢喜带着她参加我们的聚会，想把人介绍给我们，孟林熙也在。那一晚，不知道他抽什么风，对人家女孩子鼻子不是鼻子，眼睛不是眼睛的各种挑刺找茬。他不经意间提了一嘴王涛追求他的事，还演技浮夸地说他跟自己长得像。只要有点脑子的人都能听出他话里的意思。那女孩子听懂了，当即气哭，捂着脸跑了出去。王涛去追了，没追回来，他的初恋无疾而终。但他却没有生孟林熙的气，他甚至有些兴奋，觉得这是他在乎他的表现。我私下里问了他是不是对王涛动心了，他说自己就是说话直，不喜欢把话藏在心里，饭局上说那些话没有别的意思。一整个大学，王涛都没再谈过女朋友，他所有的精力都花在了孟林熙身上。他始终觉得，只要他足够坚持，对他足够好，就能守得云开见月明。大3那年，另一个室友徐森也脱单了。他跟他女朋友是打游戏认识的。我们宿舍4人经常带着孟林熙一起打排位，徐森是国服野王，他只会玩辅助，又菜又爱玩。那段时间他总是跟女朋友双排，我们少了一个人，匹配到的队友不默契，一连几天都是连跪，孟林熙输的心情不太好。王涛玩射手位，正巧徐森女朋友也是玩射手的，为了让孟林熙开心，他退出了，我们5人玩了一把。那女孩子技术应该不错，这一点从她的国标上就能看出来。一开局，孟林熙全程黏着徐森这个打野，从来不帮他，每次点集合他都不过去，我们打团战的时候他就去发育路吃兵线。尽管这样，那女孩子也好脾气的，没说什么。后来我们越来越逆风，孟林熙不开心了，开着麦阴阳怪气的说他技术烂，打不出伤害，只会给人刮痧，还不如小兵。我们都知道他在睁眼说瞎话，毕竟人家好歹848。反观他283，仅有的2个人头还是从那女孩子手底下抢来的。见我们没有附和，他闹脾气了，开始摆烂送人头。到底是有2个国服大佬，哪怕我们前期打得稀烂，后期孟林熙又全程摆烂，我们最后还是逆风翻盘。一局打完，准备开下一把时，孟林熙又阴阳怪气地说人家明明技术很好，却好几次看着他死也不救他，
没有半点团队精神，是不是对他有意见，讨厌他什么什么的？那女孩子始终不发一言，他却越说越过分。徐森和他女朋友直接退出了组队，孟灵溪更生气了，在微信群里噼里啪啦的发了好一顿牢骚。他言辞间明里暗里全在说那女孩子的不好，气得徐森退出了宿舍群。他似乎也意识到自己做过了头，群里好一顿道歉，缠着我们把徐森和他女朋友约出来，他请吃饭赔罪。我们以为他是真的知道错了，3个人劝了徐森很久，嘴皮子都磨破了，才让他松口。吃饭地点是我们常去的一家餐厅，菜是他点的，不知道是不是巧合，他点的全是辣菜。徐森女朋友不能吃辣。见到真人，孟灵溪没有丝毫要道歉的意思。徐森女朋友都说了不能吃辣，他不信，一个劲的给人夹菜，见他不动筷子，他面露委屈，指责对方不肯原谅他，暗讽人家小心眼。饭局上，他有意无意地跟徐森亲密接触，勾肩搭背，还喝他杯子里的水。徐森也是第一次谈对象，不懂这些弯弯绕绕，竟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劲。那女孩子原本还能镇定自若保持平静，后来脸色肉眼可见的黑了，她拍桌而起，端起一杯水浇了孟灵溪一脸。孟灵溪瞬间红了眼眶，到底是相处了1年多，徐森当场凶了他女朋友，还亲自给他擦脸上的水渍。那女孩子提出分手后暴怒离去，孟灵溪让他去追，他也不知道哪根筋不对，硬是没走。没过几天，徐森恢复了单身。让人大跌眼镜的是，一向把孟灵溪当妹妹看待的他，突然跟他表白了。毫无意外的悲剧，孟灵溪又多了一个备胎舔狗。我们宿舍4人，唯一没拜倒在他石榴裙下的是林颂，因为他是弯的。王涛和徐森都以为自己能成功上位，拼了命的对他好，他照单全收，雨露均沾。他说很珍惜这段友情，如果在一起了，以后万一分手，怕连朋友都没得做。他想长长久久的感情，不想搞到最后分道扬镳。他就像风，抓不住却又时刻撩拨着，我们甘之如饴。毕业那年，王涛和徐森都跟他求婚了，他油盐不进，做兄弟可以，处对象不行。2人回了老家，他身边又只剩我一个了。工作后，他异性缘还是一如既往的好，但我在他心中永远是第1位。他的紧急联系人不是他爸妈，而是我。多少个聚餐酒会，我被他朋友叫去买单接人，他信任我，哪怕宿醉后在我家醒来，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。我问过他为什么不谈恋爱，他总是说没遇见喜欢的，他不想将就，不想选爱自己的，只想选自己爱的。在感情上面，他一向很任性，直到28岁，他都还是母胎单身。孟叔叔和许阿姨就这一个女儿，见他一直不恋爱，年纪一天天的长，着急了，开始给他安排相亲，日常催婚。他去见了不少，都没有满意的，每次都闹得不欢而散。我家这边早就开始安排相亲，我心中的人一直是他，相了无数个，哪怕对方条件再好，对我也有意思，我也提不起半分兴趣。直到1个月前，我相亲相到了王涛的初恋。9年没见，他跟孟灵溪长得更像了，但他身上有一股温婉的气质，让人觉得安心。他对我也很满意，一拍即合，我决定跟他试试。第1次正式约会，我们在商场遇见了孟灵溪，他跟相亲对象在逛街，他拦住了我们，红着眼睛质问我他是谁。那一天，我们4人之间的气氛很尴尬，最后他的相亲对象离开了，那个女孩子也离开了。他情绪不对，我带他去地下车库，准备一起回家。给他系安全带时，他勾住了我的脖子，美好的曲线紧紧贴着我，满眼认真地说想跟我试试。我红着脸问他是什么，他说结婚。我不知道他怎么了，有些沉默，他突然仰头吻上了我。我们吻得很生涩，却吻了很久。他气喘吁吁软倒在我怀里时，我脑子都还是晕的。他说他好像爱上我了。再三确认他的心意后，我们回家摊牌了，双方父母很满意，立马筹备起我们的婚事。我爸妈早就给我准备好婚房，定亲下聘婚纱照，前期筹备时他都表现得很正常，我以为他是真的下了决心要跟我结婚。
可这场婚礼他缺席了，我成了笑话。28年的守护，我以为自己是不一样的，我以为自己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。他主动吻上我时我有多惊喜，看见他官宣真爱的照片时我就有多死心。他的任性让我们两家为他买单，更是将我家的脸面按在地上摩擦。婚礼结束的第2天，一直联系不上人的孟灵溪带着所谓的真爱回来了。彩礼是他亲自来退的，我爸妈没什么好脸色，他也不好意思多带。佳玉，抽个时间我们去把离婚手续办了吧。我冷冷地看着他，语气冰冷，既然你这样着急，不如今天去民政局。他愣了一瞬，眼底闪过一丝受伤。佳玉，做不成夫妻，我们还能像以前一样做好兄弟的，对吧？我冷笑一声，转身回房拿证件。走吧，早点办完手续，你好早点跟真爱结婚。没再看他一眼，我径自出来门，见他没跟上，我不耐烦地催促，还愣着做什么？别在我家碍我爸妈的眼，出来。他眼睛有些红，跟我爸妈打了招呼后跟上了我。他那真爱早就在门口等着了。见他出来，上前揽住他的肩膀，宝贝，都处理完了。他有些心不在焉的回应，眼睛却一直看着我，还差离婚手续。到民政局后才知道有1个月的离婚冷静期，我跟那男人脸上都不太好看，倒是孟灵溪，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我好像看见他松了一口气。1个月后再来吧，没什么事我就先回了。孟灵溪紧抿着唇，欲言又止，我却没心思去分析他此刻的情绪，拉开车门上了车，绝尘而去。不想太早回家，我开着车漫无目的的溜达，这座城市全是我跟他的回忆。仔细想想，到底还是我太贪心了。如果他真的爱我，又怎会等这么多年才开口？王涛、徐森，再到我，多么相似的经历啊！只不过我到底是有些不同的，好歹我有了一段时间的名分。不知不觉的就开到了大学门口，我下了车，看着校园内一张张青春洋溢的脸，我想起了我们的曾经。我无力地发现，那些记忆中全是孟灵溪的影子。林佳玉。我正抚摸着一棵大树上的刻字，身后响起了熟悉的声音。扭头一看，是管弦音，王涛的初恋，我最后的相亲对象。突然想起来，他毕业后留校了，如今已经是音乐系最年轻的教授。林佳玉爱孟灵溪，孟灵溪一定要嫁给林佳玉。他好奇地探过头，将树上的刻字念了出来。我有些羞愧，这是我大一时偷偷刻的。这一片的枫树林，据说在年份越久的树干上刻心愿，成真的可能性就越大。当时少年心性，有些中二，我傻傻的信了。为了刻这一行字，我手指划破了一道又一道的口子，仔细看去，字上隐约还有斑斑血迹。我不好意思地挪了挪身子，挡住了树干。管学妹，好久不见哈。她抬手将额前落下的头发撩到耳后。不久，你婚礼那天我去了。我表情一僵，笑得有些牵强。是吗？加上这次，我跟他总共就见过4次面，但好像他每次出现给我的感觉都不一样。第一次是他跟王涛一起，那时候他有些拘谨，话不多，看起来文文静静的，像个乖巧的邻家妹妹。第2次就是相亲，她一袭白色连衣裙，直长发及腰，温婉可人，说话也很温柔，像个会持家过日子的贤惠女人，让人莫名觉得安心。第3次是我们第一次正式约会，她一身粉色小香风套装，头发也做成了微卷，甜美可爱中又不失性感。那天见到她，我差点以为跟我约会的是孟灵溪，她平日里都是这副装扮。而这次，她白衬衫加马面长裙，一半的长发用一根木簪固定在脑后，剩下的倾泻而下，风一吹，发尾带起别样的风情。原来女孩子身上的气质是可以随意转换的。你跟孟灵溪最后怎么样了？她脸上有些担心，我低垂了眼眸。离呗，她都有真爱了，我还能死皮赖脸当小三还是咋的？气氛有些尴尬，我们沉默了片刻。她迟疑地出声，那你爸妈那边还逼你相亲吗？我抬眸对上她的视线，她跟孟灵溪确实很像，
唯独那双眼睛形似神不死。同样是桃花眼，孟灵溪看谁都深情，总让人觉得他对自己有几分意思，引人沉沦。但管弦音这双眼睛干净澄澈，清冷中又带着一丝柔和，让人觉得安宁。不知怎的，我脱口而出：你呢？家里还继续安排相亲吗？他面上一愣，轻叹口气：像啊，但总遇不到合适的，好不容易遇见一个吧，还半路被人截胡了。他有些怨念地瞅我一眼，被截胡的那个估计就是我了。我尴尬地笑笑，眼见的天也不早了，想着上次约会挺对不住他，心思一动，晚上有时间吗？要不一起吃个饭？他抿了抿唇，眉眼一弯，好啊。他笑起来的样子其实一点都不像孟灵溪，我却看得失了神。我带他去了我经常去的一家餐厅，也许是冤家路窄，服务员刚上完菜，孟灵溪挽着他的真爱从我们桌旁经过。他有些错愕地看着我，语气中有些惊异：佳玉，你跟他？我不紧不慢地切着牛排，然后将餐盘推到管弦音面前，头也不抬地回应：有事吗？没事，别影响我们吃饭，有事也别来沾边。管弦音表情一愣，随即了然，他自然地插起盘中的牛排：味道不错。孟灵溪突然拍掉他手中的叉子，情绪有些激烈：你不准吃他切的牛排。他双手撑在桌上，目光灼灼地看着我：林佳玉，我们还没离婚，您怎么能跟别的女人一起吃饭？你还亲手给他切牛排，以前你只会给我切的。我有些不耐烦，他声音太大，周围几桌的人已经开始朝我们这边频频探头了。我刚刚确实是想借管弦音气他一下，但我并不想给他带来困扰，我也不想被人当猴看戏。孟灵溪，我们有结过婚吗？你是自由的，我也是自由的，我跟茵茵吃饭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他手握成拳，有些咬牙切齿：我不管，我就是不准你跟他一起吃饭，起来，跟我走。他拽着我起身，我皱着眉头甩开他的手，语气不善，眼中也是一片寒凉：你有什么资格管我？他愣愣地看着被我甩开的手，眼底浮起水雾，在看向我时，眼角一滴泪滑下。我是你老婆。我冷笑一声：你旁边这位才是你的真爱。他软了语气，再次伸手拉我：佳玉，我现在心里好乱，不知道为什么，看你跟他待在一起我就好难受，你送我回家好不好？我扶开他的手，拿过一旁的湿毛巾，仔细擦拭被他碰过的地方。他眼底的受伤愈加明显，我却不在意。服务员，买单。买单时，他眼底带着些许希冀，还朝管弦音投去挑衅的眼神。买完单，我起身走到他旁边：茵茵，这里有脏东西，我们换个地方吧。管弦音扬唇一笑，也站起身来挽住我的手：确实有些倒胃口。孟灵溪表情突变，她拉住我的另一只手，有些悲痛：佳玉，你怎么会这样对我？似想到什么，她语气一变，凶狠地看向管弦音：你是不是早就爱上他了？他不过是跟我长得有几分相似而已，有我这个正主在，你为什么要选他？不等我甩开他，一旁的男人也站不住了：孟灵溪，你把我当什么了？他松开了我，开始安抚那个男人。我自嘲地笑笑，带着管弦音离开。走出餐厅，一阵冷风吹来，我大脑都清醒了几分。那个男人我认识。他突然开口，我有些诧异地看向他：他好像是我爸某个合作伙伴的儿子，只不过他家情况有些复杂，从他口中我知道了那个男人的身份，某知名企业家的私生子，近期才被认回去的。听说他没被认回去前是在夜店卖酒的，就是只要钱到位就可以出台的那种，你知道吧？我听懂了他的意思，扭头往餐厅内看去，孟灵溪还在哄着那个男人。真爱，呵呵。他感叹一声，没想到孟灵溪的眼光还挺不一般。我低头看见他脸上一言难尽的小表情，莫名的有些愉悦，轻笑道：走吧，我带你去另一家。那天之后，管弦音开始频繁约我出去，不是看画展就是听音乐会，偶尔还会拉我陪他去参加同事的婚礼。我知道他对我有些意思，
但我不确定自己对他是怎样的感情。他跟孟灵溪长得实在太像了，我怕自己对他的那一丝心动不纯净。我跟他说出了自己心中的顾虑，让他给我些时间，让我好好想想。他神色有些黯淡，我知道了。自那以后，他好几天没联系我。这段时间，他每天都会跟我发消息，分享各种有趣的事情。突然没了他的叽叽喳喳，我感觉心里有些空落落的。开着车，不知怎的，我就驶到了学校。刚停下车，我看见他跟一个气质儒雅的男人并肩走来。同为男人，他看他的眼神，我一眼就能看出他的心思。他喜欢他，而他似乎对他也不排斥。两人有说有笑的，看起来是这样的般配。突然，他脚崴了一下，男人眼疾手快地将他揽入怀中。我心中莫名升起一股怒意，推开车门就朝他们走去。在他一脸惊喜的表情中，我将他从男人怀里扯了出来，一把打横抱上了车。给他系安全带时，他突然勾住我的脖子。林佳玉，你想好了吗？他温热的呼吸喷洒在我下巴处，对着他灿若星辰的眼睛，我有些失神。我刚刚都做了什么？我为什么会生气？等我反应过来时，他已经贴上了我的唇。我愣了一秒，随后环住他的腰，加深了这个吻。我们确定了男女朋友的关系。1个月冷静期到了，我跟孟灵溪办理了离婚，他身边还是跟着那男人。林佳玉，谢谢你这些年的照顾，他跟我真的很像，也算是你最好的归宿了。管弦音很平静地扫了那个男人一眼，朱唇轻启。有些人还是擦亮眼睛的好，错把榆木当珍珠，以后可别后悔才好。孟灵溪脸上有些不悦，怒目圆瞪，你什么意思？管弦音捂嘴轻笑，哎，我就不告诉你。我忍不住揉了揉他的头顶，牵着他朝马路对面的停车场走去。孟灵溪他们的车也停在那边，我们4人并排往对面走。我左边是管弦音，右边是孟灵溪。明明是绿灯，左手边却飞速驶来一辆汽车。情急之下，我拉着管弦音加速跑到了对面。孟灵溪旁边的男人将手从他臂弯中抽了出来，也加速往对面跑。来不及反应的他呆呆地站在斑马线上。砰的一声，他被撞飞数米远。我下意识地捂住了管弦音的眼睛，场面太血腥，我怕吓着他。那男人跑了，好歹相识一场，我拨打110。到底是祸害1000年，孟灵溪被撞飞也只是废了一双腿而已，但这些都跟我没关系了。经此一事，我彻底确定了自己的心意。那种危急的情况下，我第一反应是护住管弦音。我心里爱的是他。至于孟灵溪，或许早在他缺席婚礼时，我对他的爱意就消耗殆尽了。我跟管弦音求婚了，管家父母都是学术界的大佬，思想很前卫。虽然我是2婚，但他们很清楚我的情况，在我们的婚事上也没有什么阻拦。婚礼的前一天，孟叔叔和许阿姨求到了我家，求我去医院见孟灵溪一面。到底是几10年的情谊，哪怕当初闹得不愉快，2位长辈亲自求上门，我也不能置之不理。我去了医院，孟灵溪的情况不太好，小腿之下都没了知觉，她引以为傲的脸在被撞飞时摩擦地面，蹭掉很大一块皮，怕是要留疤。见到我，她眼泪止不住的流。佳玉，你真的爱上管弦音了吗？我点了点头，眼中有着嘲讽，难道我表现得不明显吗？他包成粽子的脸上也能看出他的不甘心。可我也爱你啊，佳玉，我们还能回到过去吗？我们认识28年，高3那年你跟我表白，其实我心里很欢喜的，但我分不清自己的心意，以为自己真的只把你当好兄弟。这些年追我的人那么多，我都没有谈恋爱，我以为你知道我的心意，可你一直没在跟我表白，我一直在等你开口。我接受家里安排的相亲，也是为了激你，可你始终无动于衷。你跟管弦音约会，我才忍不住半路劫走了你，我是真的想跟你。他的话我半句都不信。我打断了他，孟灵溪，你婚礼当天官宣真爱，这就是你爱我的表现。他面上一僵，继续解释，白嘉诚是个意外，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见到他的第一眼，心跳得好快，
我误以为自己找到了真爱，可看见你跟管弦音在一起，我心里真的好难受。能把花心滥情说得这样清新脱俗，也只有他了。我冷笑一声，你不过是不甘心罢了。哦，对了，白嘉诚是白家的私生子，他可能是真的爱你，却也是真的负不起责任。我将白嘉诚的过往都告诉了他，看他由怒转悲，最后歇斯底里的发疯大吼，我笑着出了病房。医院走廊坐着管弦音，他到底有些放心不下我。我揉了揉他的头，牵着他离开。我从王涛那里得知了一个秘密，9年前他之所以能追到管弦音，不过是因为我。这傻丫头大一入学时对我一见钟情，却不敢表明心意，好几次悄悄出现在我们周围，只为偷偷看我一眼，但我的眼中除了孟灵溪没有别人。王涛发现了他，当初他确实是抱着找替代品的心思，追到人后他带来给我们见见，也不过是为了刺激一下孟灵溪，所以他才能这样坦然地面对失恋。他本来是想借王涛接近我，却发现我根本没拿正眼看他。饭局上孟灵溪那些话让他看清了事实，而且当时的孟灵溪确实更漂亮，他自愧不如。这些年我一直跟在孟灵溪身边，他也不敢来打扰我，直到我家里安排相亲，他觉得自己可能会有一点机会，才托人找上我爸妈。但我还是被孟灵溪半路截胡了。听到我们筹备婚礼的消息时，他本来都死了心，可他还是忍不住参加了我的婚礼。得知新娘官宣我被抛弃，他已经开始筹备我们的下次相遇，没想到却提前在学校遇见了我。那棵树上的字他早就知道，树的背后还有他刻下的小心思，只是我从未发现。这些都是王涛收到我的伴郎邀请时告诉我的。这些年他跟管弦音一直有联系，在我第一次结婚时，他就知道他喜欢我的事了。婚后我跟他去看了那棵树。管弦音林佳玉孟灵溪番外，我跟林佳玉青梅竹马，一开始我只把他当兄弟。高3那年他突然跟我表白，简直吓坏我了。我拒绝了他，但他还是跟我填了同一所大学。开学第1天，他发了室友合照，4个人里面明明他不是最帅的，但我第一眼看见的却是他。我点了赞，私信他给我介绍，他的朋友我都要认识，因为我觉得我跟他之间不能有秘密，他不能有我不知道的朋友。王涛跟我表白了，我不喜欢他，却又不想因为自己破坏他跟林佳玉的感情，所以我拒绝得很委婉。可他就像打不死的小强，追了我1年，直到那个跟我长得很像的女孩子出现。饭局上我发现他有些眼熟，我想起来了，他前段时间经常出现在我们周围。我以为他看的是王涛，结果我发现他一直偷偷看林佳玉。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忍不住刺他，还说出了他跟我长得像的话。果然他被气跑了，再没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。那时候起，我就发现自己对林佳玉有不一样的心思，我好像真的喜欢他。可当初拒绝他的人也是我，他不开口，我也不好意思提。这一拖就是好多年，他身边没有出现别的女人。我虽然跟男孩子玩得很好，却始终坚守底线。28岁这年，我爸妈给我安排相亲了，他家里也安排相亲。我很懊恼，他宁可接受家里的安排，也没再提起过喜欢我的事。我想，他可能真的只把我当兄弟了。在商场看见他跟管弦音约会，我脑子都炸掉了。那个女人，时隔9年，竟然又出现了。我忍不住截胡了他，先开口说出来自己的心意，没想到他也一直爱我。我是很憧憬结婚的，可我遇见了白嘉诚，看见他，我心跳得好快，我以为这才是爱情，所以我逃婚了。为了让林佳玉死心，我官宣了朋友圈。好了，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，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，谢谢大家。